这部分我想就请教一下姚中校，真的吗？解放军真的是纸老虎吗？那解放军到底它有什么优势？这部分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请姚中校来帮我们分享呢？实际上我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做自媒体的时候呢，很少谈及解放军的优势，因为我不想为他们做宣传，去给台湾给美国一些压力。但是呢，从军事角度上呢，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不能掩耳盗铃，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要实事求是，甚至还可以夸大以过高的估计一下对方的力量。你现在的媒体上，要不就是唱衰解放军，特别我也发现，我也不客气的说，台湾有些媒体这个老是用老眼光，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眼光，说解放军是豆腐渣一堆，根本就不能打仗。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可以概括的说一下解放军它的实力。首先，解放军是全世界战斗力仅排在美国之后的第2位，这个大家不能否认。无论从它的武器装备和数量庞大，它的这些情况，你都能看得出来啊。你比如说，特别我们就讲海军、海空军。海军以前的军事战略是近海防御，但是后来经过一个就叫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绝不战争，就是海上战争，就是这是它的军事战略。那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南水海军、南水建空战役，它已经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南水海，航空母舰、大型驱逐舰、核潜艇，它的兵力完全可以够到至少是第2岛链一类，它的打击力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啊！它尤其中共是一个核大国啊，岸基的、水面的、空中的、水下已经形成了4位一体的核打击，这个不能否认啊！它在登陆方面，它具备了登陆台湾岛的空降、机降、抢滩、渡海投送，它的能力是具备的。我们既然这么看，我们就单说中共的这个一个空降军，空降军有6个旅，每个战区一个旅，东部战区多一个旅，2个旅。它的运20飞机可以空降相当这个大的这个重量的这个坦克和火炮和机械化设备，它就空投就可以带上。它的远程奔袭打击能力，大家还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他们组织了一次运20大型飞机跑到了马来西亚，让马来西亚紧张一下，他们是想远海投送能力。所以说，他在这个打台湾的时候，他的登陆台湾的力量是具备的，只不过现在美国人拦在中间，他没有胜算。如果把美军逼出第1岛链，他是非打不可。那我们话又说回来，如果美军逼不出去，也不保证他就不打台湾。他要孤注一掷，他没有路走的情况下，他必打不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现在中共，我说4大军种加上武警300多万，加上预备部队800多万，就这一块就1000多万。从财力上来说，中共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它虽然是第2大经济体，比美国差，但是它在运用在这个国力，它会运用举国之力去打的。美国就做不到，
他有国会控制的经费啊，他不能全部用的。中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共的战争动员能力，几千万是能动员出来，把国库都用光，老百姓去吃草、啃树皮，他都不管，死多少人他都不管。所以说专制政权跟民主政权比起来，当然我们大家向往着民主，但是专制政权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点真的不能忽视。这个目前所有的国家都没有中共有这个能力。关键的是，现在最重要的看是习近平能不能把军队转到手里，军队能不能进来。如果你刚才讲的时间问题，我就不说了。如果习近平在20大连任，就不一样。这些解放军官兵，这些党内的这些家伙，立马就是靠到紧跟习近平的，因为大家现在不想跟紧习近平，就看他现在党内也是岌岌可危啊，不见得能当上了，对吧？如果他要当上20大连任了，美国现在也情况也不太好，那么中共可能不管你美国介不介入，他都要打。所以现在兵凶战危确实存在。这个大家真的不能天天在家睡大觉啊！解放军不敢打台湾，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朋友们，我也相信台湾这几年的军事装备发展的非常快，有导弹 F-16啊，这个自行火炮确实很强，但是你们要知道，中共要打台湾，他怎么可能让你这些东西有还手之力呢？常识啊！我要打台湾，我要留着你的飞机导弹对着我打，我还打什么台湾？我渡还怎么渡啊？毫无疑问，必须把你这些摧毁。而且，台湾现在的这些装备不精通，没有战略纵深，数量又少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就是什么呢？台湾发展装备最重要的2个东西，你们现在还没有注意到。台湾应该买 F-35，你 F-16躲的被打得封的山洞里倒是个没有用。真正仗打起来 ，F-16你用不上，它的机场炸完了，它把你高速公路都炸掉，港口都炸掉，你怎么打 ？F-35在森林里面你就能起飞，你有个50架 F-35，对中共就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个家伙看不见，隐身的，你的机将、你的这个运输机、直升机过来以后，他打你，包括你的舰艇打过来，包括我现在还发现 F-35上还可以装核弹。F-35对台湾真的是很有用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买到，这是一个。第二个，台湾要大力的发展潜艇，当然我也发现了，台湾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展潜艇和 F-35它的衍生性很好，中共打不了它，这才是对中共的威胁。你那个什么自行火炮，你那个什么导弹、雷达、F-16，你起不来的。我不相信我话说的对，所以真的要进行一些战略调整，把钱用到刀刃上，真的是这样。还有有一种说法就是，包括你们国防部长也说，包括你们外交部长也说啊，包括总统也说，我们台湾不靠任何人，我们自己来自强。这个是必要的。你不自强，没人帮你，你自己都不愿意帮你啊。但是你自强，你光凭你自己的力量，你是对抗不了的。我前天在视频上做了一个，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地方，夹在这个美中之间吧，包括在全世界之间，你们要学会谋，
善兵发谋。你们现在真的要建立和周边的民主国家建立军事同盟，一定要建立军事同盟。一旦中共打你，那些军事同盟有条约的群起而上，中共就怕。那怎么建立军事同盟呢？台湾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一份子以后，跟着这些国家跟着美国一块去承认台湾，建立军事同盟，就像北约一样的，谁敢打北约？北约这几个国家谁敢去进攻它？所以台湾需要在这方面，在 F-35、在潜艇、在军事结盟方面，这样你就处于不败之地。你比如说，我跟这些国家都有军事同盟，是北约了，你打我，他不上也得上，由于我们有条约的。民主国家他尊重这个讲信誉、法治嘛，对吧？有法律规定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看美中两国在对抗，台湾暂时还没什么事。应该说，美国人不走之前，中共还是不会打台湾的。但是，我最后面再讲，就是说，美日现在在干什么？美日组织的几次演习都是反登陆啊。那中共在干什么？中共就是占领台湾以后，也要抵抗，把重点放在美日联军的反登陆上。他们现在基本上双方都在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战争的前瞻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现在看，就是跟您刚才讲的这个打东沙问题，我们不能小看打东沙这个问题。打东沙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打东沙会不会造成战争的升级啊？战争都是通过升级过来的。打击了也，我把东沙了几个美台军队在攻，我在反打，一打就升级了。搞得不好，打东沙就是对台动手的导火索。所以台湾、美国方面真的要在东沙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小看就是一个东沙问题。中共也是想通过东沙去试探美台日军队的态度。这个问题，因为中共目前还不可能去对台湾本岛直接攻击，他打东沙他有把握，而且他试探美军。但这个战争可不可能会升级？一旦升级不可控以后，那就是因为中共已经做好了打台湾的准备。我们过去已经讲，中共这个渡海投送兵力不够，装备不够，这个问题中共已经解决了。他征用的民船、渔船，他把你台湾岛上面的反击的力量全部给你毁掉，他渡过海打一个大。不能你们自己在想当然，我有导弹，我有飞机，你中共过不来，他不会让你导弹、飞机有还手之力，这个是基本常识。这一点我就先讲这些。